我的衣柜里竟然发现了一堆陌生的信，可我明明记得柜子一直是锁着的。事情最开始不对劲，是我网购了一条紫色的裙子，然而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一封信。亲爱的，你穿紫色的裙子可真好看。可我记得我从来没有穿出去过，她怎么会知道？我索性把事情告诉了闺蜜。没准是谁跟你开玩笑的吧？不可能，我没跟任何人说过，快递也是我自己签收的。我瞬间想到了一个人，能知道我详细地址，并且知道我买了裙子的，只有我们小区的那个快递员。你把这件事情发到业主群，看那人下次还敢不敢了。按照闺蜜的说法，我虽然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还是在群里发出了警告。群内的业主也都积极响应着，而那个快递员在群里默不作声。也许他并没有想到我能勇敢地站出来。我原本以为这件事会这么结束，可万万没想到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又收到了一封信。不要喝那么多咖啡，会对身体不好的。这封信如同一颗炸弹，在我的脑海里炸开。因为我只有在加班的时候才会喝咖啡，甚至这个习惯也是最近才养成的。难道不是那个快递员？公司里发生的事情他不可能知道。可如果不是他，难道是同事张明？记得之前公司聚会结束是他送我回的家，而且他最近还跟我表达过心意。难道是因为被我拒绝，所以我赶忙联系闺蜜，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她。闺蜜和我想的一样，也许只有离开公司才能摆脱这种人。我如愿办好了离职，果然从那天起，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的信件。当我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那封信又出现了。可这次，它竟然就摆在我的床头柜上。你已经很久没有拿起你的画笔了，你不是最爱画画了吗？原来是我错怪了所有人。其实从一开始，写信的人就藏在家里，而且他好像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。我惊恐地扫视着屋里的每个角落。等等，那个一直锁着的柜子怎么打开了？这些信里怎么写了这么多和我有关的事？你以后长大想干什么呀？我以后要当一名大画家。你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成绩，与学习无关的事都放一放。闺女，妈给你选的专业以后能挣大钱，听我的准没错。大家都在努力，让你加个班有这么难吗？原来这些信是我写的呀！但这一次，我要做我自己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对面楼层的女人了，难道她真的出事儿了？她窗户上的图案又代表什么呢？我是一个失败的小说作家，因为作品销量一直不佳，收入也得不到稳定的保障，被迫我只能搬进了这所廉价的公寓楼。也是偶然的契机，正当我在窗口思索剧情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个女人，她似乎没有拉窗帘的习惯，略显昏暗的灯光下闪过一个窈窕的身影，窗户里只看到她那修长的手臂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扔在床上，很显然她是要去洗澡。于是我盯着对面无人的房间看了一阵子，那也是一间卧室，只是陈设十分简单，从这里看过去房间里的情况一览无余。一开始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时间一长，我也就自然接受了，毕竟我也是女人，就当作是同性之间的互相欣赏吧。某天，我再次坐在窗口苦思冥想的时候，熟悉的景象消失了。他今天居然破天荒地拉上窗帘。我原本以为他终于有了保护隐私的意识了，可一周过去了，我隐隐感觉到了异常，因为这段时间他的窗帘一直没有拉开过，甚至窗台上的衣服也很久没有收回去了。更不对劲的是，今晚我照例在窗口看着对面黑乎乎的楼层发呆，突然我注意到对面阳台的窗户上似乎多了一些图案，那是一个用深红色颜料涂抹上去的，乍一看甚至觉得像是人血，整个图案看上去歪歪扭扭的，毫无章法，这显然是慌乱之中画出的东西，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情急之下，我甚至开窗探出头，换各种角度去看，这才终于有了眉目，一板一眼地念出了2个字幕 SO。 我被自己画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。他真的出事了吗？
我紧张的想拿出手机报警，可转念一想，我又该怎么解释？我偷窥到对面窗户上有一个好像求救信号的图案吗？晚上我辗转反侧，这如果是真的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？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到他家去看一看。在去的路上，我一直祈祷着，希望这只是虚惊一场。跟随着楼上的邻居，我成功进入了他所在的大楼。我可以进来，那么其他人也可以。这么一想，便越发的相信自己的猜测了。我忐忑地站在房门前，轻轻地敲了几下门，下一秒，门居然被我缓慢地推开了一条细缝。门没锁，我推开了房门。有人吗？喊了几声，依旧没人回应。我缓缓地推开了门，似乎是因为窗帘被拉上的缘故，里面十分昏暗，什么东西都看不清。我咽了一口唾沫，回头看了一眼走廊，在确认无人之后走进了房间。屋里光线昏暗，我明明是来救人的，可却有一种做贼的感觉。我不敢开灯，只能用手机屏幕微弱的光照明。屋子里的地板上凌乱不堪，我一边回忆着通过窗户看到的情况，一边寻找着正确的方向，蹑手蹑脚地摸进了我记忆中的那间卧室。卧室里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，原本整洁的床单变得又脏又皱，床单上还能隐约看到斑斑血迹。难道他真的出事儿了？种种迹象表明，他可能真的出事儿了。我本能地捂住了嘴巴，想着是不是应该先逃离这里，毕竟我多待一秒，危险就多上一分。就在我惶恐不安之际，一阵细微的呼吸声从身后传来，我僵硬地扭过了身子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影。下一秒，我几乎是疯了一样逃回了自己家。然而在我开门的瞬间，我发现门口竟然有一张褶皱的纸条，这显然是有人刻意塞进来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顾不得擦去额头上的冷汗，猛地将纸条摊开，上面写着2个字：快跑！我一脸惊恐地坐在地上，这会是谁塞的纸条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马上离开这里，然后去报警。可我不知该跟他们怎么说，这听上去就像一个荒唐的故事。我私闯了民宅，还发现了命案，可我却没有任何证据。这种情况令我一筹莫展，虽然我很想救对面的女孩，但是却无能为力，甚至我也可能被凶手盯上了。我握紧了手中的纸条，如果这个真的是有人故意塞给我的，楼道两端都有监控，那个放下纸条的人一定会被监控拍到。顺着这条思路，我跑到了小区的保安室，利用自己小区业主的身份，成功的看到了监控。我的心跳骤然加速，随即将视频放大、放大再放大。这个人一头波浪卷发，尽管戴着口罩，但还是可以看出此人目光中显露出的疲惫。我一脸惊恐的后退了几步，这不就是住在对面楼的那个女孩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她这不是好好的吗？那她又为什么要在窗帘上留下求救信息？我又回想起床上的血渍，难道杀人的是这个女人？可她为什么又要给我塞纸条呢？整件事变得更加诡异起来，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。我疲惫地回了家，还特意检查了反锁的门，这个地方我可能真的不能待下去了。我紧忙收拾起屋子里的东西，正当我收拾到桌上的电脑时，眼睛的余光无意间扫到了对面楼的女人家。只见她家窗帘忽然被猛地拉开，接着是女人一脸急切的表情。我看到她站在窗前手舞足蹈，似乎是想向我传达什么信息，可声音并不能传这么远，所以我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我看到她不停地用手指着窗户上的图案，还没来得及思考她想要表达的意思，屋外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。现在可是深夜，谁会在这种时候突然来访？敲门声一阵阵的传来，今天发生的事情太诡异，我始终没敢发出一点声响。我慢慢挪到了门边，透过猫眼看去，那是个看着很普通的男人，只不过胡子拉碴的，皮肤微微泛白，看样子像是许久没有出过门了。下意识间，我再次望向了窗户对面的女人，她依旧一直晃着手臂，再次指了指那个诡异的符号。一瞬间，我似乎想通了一切。505，对面窗户上的图案根本不是求救信号，而是505，那正是我家的房号。那个女孩一直都在提醒我。门外的敲门声已经停止，但我依旧不敢开门，我怕她还是躲在了我家门口。对面的女人是因为某些原因得知了这件事，所以她想着要救我。想明白了一切后，我下意识咽了口口水，最终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那个男人被抓住了，起初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，直到找到了对面的女人，经过一番开导之后，他才终于说出了事情经过。原来那个女孩因为不拉窗帘而被男人盯上了，后来又遭受多次伤害与威胁，产生了应激反应，迟迟不敢报警。这些天男人也一直在女孩家里，当然也发现了站在对面观察女孩窗户的我。而我去他家的那天，那个男人其实就在屋内，但因为门是开着的，他不好下手。女孩则是恰好找了个借口特意跑到我家，留下了纸条，就是想提醒我离开。
因为他发现了那个男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，即便他不敢报警，他依旧鼓足勇气想来提醒我。最后，那个男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而我则经过女孩同意后，把这一切写成了一篇精彩的故事，希望能够被更多像我们一样的独居女孩看到。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，不要重蹈覆辙。即市发生恶性杀人案，凶手在逃中，请市民关好门窗，不要外出。泡澡时，手机突然弹出了一条消息。当我还没有消化完这条消息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。你好，物业检查门窗。我泡在浴缸的身体一僵。我们小区根本没有物业呀。我并没有回复，急忙穿好衣服，谨慎起见，我趴在了猫眼处。门外是一个戴着口罩的保安，正埋头在本子上写着什么。我心中的恐惧逐渐升温，回想起半年前业主们和物业的争执，现在突然上门来检查，这太奇怪了。正在我犹豫时，猫眼外突然一片漆黑，是楼道里的灯熄了吗？但通常情况下，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应该还会亮着。这时，一阵微弱却清晰的呼吸声透过门缝传来，刺入我的耳中，让我全身的毛发都竖立了起来。恐怖的认知在我脑海中闪现，这不是楼道的灯坏了，而是有人把脸紧贴在我的猫眼上。我捂着嘴，强忍着惊叫，任由恐惧在心头蔓延。此刻，我不敢有任何大动作，更不能发出任何声响。随后，那人又用耳朵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，见我屋内实在没动静，便转身去敲了对面的房门。你好，物业检查门窗。他的声音回荡在空落落的楼梯间。我是501，对面是502，住着一个单身宅男，30来岁，可能是个 IT 工作者或游戏主播。他总是默默无闻，看起来有些社恐，可能跟我一样是个 I 人。保安又敲了几下门，没一会儿，一个穿着睡衣、头发凌乱的男人就开了门。两人在门口说了什么，随后物业就被对面小哥领进了门。砰的一声，房门关上，楼道又恢复了宁静。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，难道这个保安真的是物业派来的？我翻看着业主群，寻找可能错过的消息，但群里静悄悄的，也没有任何通知，这不禁还是让我感到一阵不安。这时，手机提示有人添加我的好友，是502，消息备注是：你好，我是住在你对面502的，请问晚上有物业去你家检查门窗吗？什么情况？物业刚进他家，他却在问我。我迟疑着，并没有通过好友请求，转而发消息给楼下的401的女大学生，因为之前拿错快递有点小误会，所以我们才加了好友。妹妹，我想问下，今晚有物业上门检查门窗吗？我握着手机，有些紧张地等待着对方的回复。下一秒，手机震动了2下，是401发来的消息。有的，刚检查完不久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看来是被今天的新闻影响，有一点被害妄想症。我苦笑着揉了揉头，眼睛再次扫到手机里的消息。这一眼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。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墙面上的钟，10点30，物业进去502将近20分钟了，检查门窗需要这么久吗？我忍不住又给401发了条消息，物业检查门窗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呢？大约半小时。简短的5个字，看得我心里直发慌。我终于发现哪里不对劲了，颤抖着手翻找着之前的聊天记录。401的妹妹是个表情包控，可这次的2条信息简短干练，不仅没有表情包，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。与此同时，楼道里突然传来开门声，我赶紧趴到门口一看，物业的人出来了。他把门关上，在本子上记录了几笔，然后转身离开。紧接着传来电梯开门又关门的声音。我赶紧看了看时间，10点35，物业从进去到出来总共29分钟，和401说的差不多。难不成真是我想多了？楼道的灯再次熄灭，周围陷入一片黑暗。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确认无异状后，终是松了一口气。夜晚的小区很安静，只有偶尔的猫叫声，但想到晚上弹出的新闻，我瞌睡全无。我端着牛奶坐在阳台，我记得单元门口是道铁门，出入需刷卡，而且铁门开关的声音很大。可我坐在阳台许久都没听到关门的声音，难道物业的人还没走？据我所知，6楼是没住人的，且就算他从6楼敲一圈门再下到1楼，也花不了多长时间。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，那名自称是物业的男子还在我们这栋楼里。这时401的妹妹又发来消息，抱歉啊，小姐姐，刚刚我在涂指甲油，没法拿手机，是我男朋友回的消息。这次有标点符号，有表情包，还没等我回复，他又继续发，小姐姐，你看到今天的新闻了吗？好吓人，还好我们小区有物业的人上门检查门窗。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小区换了新物业，1楼的王叔就是物业队长。原来是1楼的王叔，那他不出单元楼就很正常了。我到底在想什么？我回复谢谢你啊，太晚了，快睡觉吧。群里最后一条消息是王叔早上发的，他早上8点的时候在群里发了今日天气预报，他温馨提示晚上会有雷雨，让我们记得收楼顶的衣服。鬼使神差，我点开王叔头像，申请加他好友，没想到他居然秒通过。你好，王叔，我是楼上的邻居，我想问下，今天晚上物业组织上门检查了吗？王叔也很快回复，
对的，物业临时组织上门检查，你现在在家吧？那你有去过401吗？我帮他拿了快递，可现在又联系不上他。那他没在家吧？我刚刚敲门也没开，你现在是不是在家？我这会儿就上来。收到这条消息，我的手机差点掉到地上。王叔怎么说401不在家？可401明明说王叔已经去过他家了，一个说去过，一个说没去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见我没有回，他又继续发，你是住在501吧？你在不在家？怀疑有杀人犯混入了我们这栋楼，这似乎已经盯上我了。你是住在501吧？你在不在家？见我没回，王叔急急忙忙弹了我2个视频，我没有接受。印象里王叔是个有些慢性子的人，可从他刚才的字里行间里，无不透露着一股急切和压迫感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直接回复：对不起王叔，我今天不在家。消息发出去后，王叔那边再也没了回应，总感觉王叔有些不对劲，但我也说不上来。我目前能做的就是提醒邻居们小心那个杀人犯。我在群里发了一个红包。这栋楼里，1楼只住了王叔一家，2楼没住人。301是位养狗的小姐姐，担心扰民，每晚出去遛狗。401是刚念大2的妹妹和她男朋友。402是个热心肠的男子，叫小赵。5楼就是我和对面那个比较宅的男子。6楼未住人。眼看红包已经发出去5分钟了，一个领红包的人都没有，我有些焦急，看了眼时间，马上11点半了。想了想，我还是把业主群里的几个邻居都加了一遍好友，可都没有回应。301的小姐姐这个点应该要遛狗回来了吧？我焦虑地站在窗户边往外望，天空突然划过一道闪电，紧接着响起轰隆隆的雷声，随后豆大的雨滴开始砸落下来。或许301看到了天气预报，所以今晚没有下去遛狗，他很有可能已经睡觉了。我松了口气。下一秒，我的微信响了，又是502发来的好友邀请。你好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觉得今晚是不是有点不对劲？他的话让我瞌睡彻底没了，汗毛直立。502，他也发现了异常，我赶紧通过了他的好友请求。然后问他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今晚有听到3楼的狗叫吗？对哦，我才想起来，301的小狗生性活泼，所以经常半夜听到狗的叫声，这么大的雷声它肯定会狂叫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今晚确实没听到它的声音，会不会是睡着了？刚才那么大雷和闪电，狗的耳朵很灵敏的，那雷声早该把它吵醒了。所以你是什么意思？他那边显示消息正在输入，许久发过来一句，可能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汗毛直立。我想的那个意思，3楼的狗狗它，难道我们这栋楼真的进杀人犯了？又是一道闪电划过，接着是一阵巨大的雷声。雷声过后，紧闭着的窗户中隐约传来2声狗叫，看来又是虚惊一场。我擦了把额头的冷汗。你听，3楼的狗叫了，可能是最开始的雷，没把它吵醒。这会儿它醒了，听到了，但你还是小心一点。我总觉得今晚不对劲，你检查好门窗关好没？我再观察下，有事跟你联系。好，我回复他。我瞅了眼门口，门是关好了，但还可以更结实一些。我悄悄把桌子挪到门口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呻吟声，有人在我门口。救命！我赶忙透过猫眼看去，可门外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吓得赶紧给502发消息，我家门口有个人，可我看不见。你家那个位置能帮我看看吗？我吓坏了，打字的手都在颤抖。过了许久，他回我了，确实有一个人趴在你门下，他手上还拿着刀。我从我家猫眼看对面502，除了一团漆黑和一点绿光外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楼道里这么黑，他怎么会看得如此清晰？是王叔吗？没看清楚，我马上报警。你躲进卧室不要出来，把房间门反锁好。我按502的提示刚往后迈了一步，门口突然响起猛烈的砸门声，每一次大力的敲打都像是砸在我心上，我的心咚咚直跳。他到底是谁？怀疑有杀人犯混入了我们这栋楼，而他此刻正在疯狂砸我家的门。楼道的声控灯伴随着砸门声也亮了起来，可我不敢往外看。就在这时，402的小伙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激动的手都在颤抖。终于有人回复我了，便赶忙将今晚的情况大致跟他说了一下，让他别出门，小心一点。402的小赵年纪不大，25、26的样子，平时会晨跑和健身，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。这下即使是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胜算也大了些。我还告诉他，在我门口的人可能是王叔，我让他千万别出门，只要不出门，等警察来，我们就没事了。可402却慢悠悠回复我一条：什么王叔？他刚刚不是还来我家检查门窗吗？我上来看他。502说门口那人手上是有刀的呀。我怕402上来受到伤害，连忙阻止。哥，别上来，他有刀，你去看看新闻，今晚麻集市发生凶杀案了，凶手到现在还没抓到，很有可能就是门口那人啊。那有点刺激，
这不是行走的一等功吗？你放心妹子，我练过的，他有刀，我也有啊，我还正当防卫呢。你别怕，你刚刚不是说502也在家吗？你让他帮我吸引一下注意，我绝对能制服他。平时只觉得402的小赵是个精神小伙，没想到脑子确实挺神经。这种时候，他居然想着上来单挑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脑回路不太正常的人？你别上来添乱了哥，他现在的目标是我呢，你就在家待着，你别等会儿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可那边再也没了回应，这小子不会已经收拾东西上来了吧？我赶紧将这件事告诉502，502同我一样，气得连发3个问号。门口的砸门声还在继续，知道有人要上来后，我好像也没那么害怕了，便大着胆子往猫眼方向看去，可没想到竟然不是王叔。门外的人头发凌乱，浑身上下都是血，他是楼下401妹妹的男朋友小斌，他的手上确实拿着一把刀，通红的眼睛一直瞪着我家门的方向，楼道里的灯随着他的动作忽明忽暗，画面看起来很是诡异。在我印象中，小斌是个斯文的男生，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他身上的那些血是楼下妹妹的吗？难道他就是那个杀人狂？那之前说要上来找我的王叔又去了哪里？就在我胡思乱想时，电梯叮的一声停在了5楼。402的大哥不会神经到直接坐电梯上来的吧？门口的砸门声猛地停了下来，我再次透过猫眼看去，只见小斌慢慢靠近了电梯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里面却一个人也没有。就在这时，小斌背后突然窜出一个人影，猛地一脚踢向浑身是血的小斌，两个人迅速扭打在一起。原本说好帮忙的502迟迟没有开门，我担心402会有危险，慌乱地拨打了报警电话，问帽子叔叔为什么还没有来。不好意思女士，之前我们并没有接到马吉小区的报警电话。502并没有报警，他为什么要说谎？等等，我猛然想起小斌敲我门的眼神，他的眼神不是暴怒，不是杀红了眼，似乎是害怕。他在害怕什么？我看到他们扭打后被扔在了一边的东西，是那把刀。我看得并不清晰，可502究竟是怎么在一片漆黑中看到小斌手里拿着这把小刀的？就在这时，楼梯间闪过一个人影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502。他不是在家里吗？瞬间，整件事变得清晰起来。王叔半夜收到消息说麻吉市发生恶性杀人案，凶手没抓到，所以接到通知要连夜检查小区内业主的门窗。他是从楼下往楼上开始检查的。最开始他确实检查过301、401、402，然后来到了我家。因为我在洗澡，加上心理恐惧，就没有给他开门。于是他去了502，进入502后，王叔意外地发现对方就是杀人狂，所以被残忍杀害。而后走出来的那个人其实是换上安保衣服的502，他直接去了401。小斌也是在慌乱之中逃到了我门口。我猛地冲出房门，大喊道：“我们都被骗了，502才是凶手！”声音一出，在他们都愣在原地的片刻，我趁机将手中的辣椒水直接喷向了502。就在502看不清的时候，402和小斌也缓过神来，跑上前将502制服。没过多久，帽子叔叔就赶了过来。看到帽子叔叔，想到这一晚的惊心动魄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夜里，我被轻轻的流水声吵醒，卫生间里的灯亮着，应该是他在里面吧。可很快，一层密汗渗透了我全身。盲人，晚上上卫生间开灯做什么？我背对着卫生间，不敢动弹，甚至刻意放慢了呼吸，心跳却越来越快。啪嗒一声后，灯光熄灭了。我感觉到他回到床上，从背后抱住我，那轻盈的呼吸吹过我的后颈，带着一股冷意。一次意外的相遇，我爱上了这个盲人姑娘。尽管她无法看见这个世界，但她温柔的性格和对生活的热爱深深吸引了我。我们关系迅速发展，不久我们就开始了同居生活。第二天一早，她坐在我对面平静地吃着早餐，眼球中的墨色仿佛晕染开的水墨画。可她昨晚为什么要开灯呢？心事重重的，我想离开家冷静一下。尽管时间还早，我还是说了句要迟到了，便准备出门。然而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，我好像看到她朝墙上的挂钟抬了下头。一天的忙碌让我身心俱疲，反复思考后，我觉得还是自己想的太多。可能刚开始和一个盲人女孩一起生活还不太适应。我来到她工作的琴行接她下班，她是一名琵琶老师，她早已收拾好在门口等我。我走上前握住她的手，她也会心一笑，无需多言，就知是彼此。吃完晚饭，我俩习惯地去楼下散步，这是她最喜欢做的事情。我盯着她入迷了，她那长如瀑布的黑发散发出阵阵清香。
前面路上一个小女孩滑着轮滑，一个不小心一头扎进了路边的草丛里，只露出来2条小腿，一个劲乱晃。我刚想把这滑稽的一幕告诉她，可当我看向她时，却发现她的脸上居然挂着一丝笑意，不是平常的微笑，而是看到了有趣的事，忍俊不禁的那种笑。我越发觉得不对劲，这个温柔漂亮的女人真的是盲人吗？一切都太诡异，太不符合常理了。我要不要直接去问她？可这会不会让她觉得我有些神经质？这样的女孩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，这会不会伤害到她的心灵？第二天午休的时候，我把最近发生的一些奇怪的事情告诉了我的发小，发小也表示不可思议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他一定有问题。可他为什么要装盲人接近我呢？我使劲地挠了挠头。在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发小提议可以先验证一下他。晚上发小会先出现在我家里，如果他是真盲人，只会以为是我回家了，这时发小再出来替换我进去。如果他是装盲，见家中出现一个陌生男人，肯定会大惊失色，到时我再冲入房中向他询问实情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我和发小在楼道里互相使了个眼色，发小拿着钥匙开锁进入了我家。楼道里静得出奇，声控灯熄灭后，只有窗外的月光映衬着我焦急的样子。我忐忑地等待着试探的结果。3分钟后，家门打开，发小走了出来，家里没人。我赶忙拿起手机给女友打去了电话，女友说家里没人太闷，她在小区楼下的小公园里坐着透透气，顺便等我下班。我心里一暖，深切体会这个盲人姑娘对我的温柔。我和发小一起下了楼，在小公园看到了坐在长椅上的女友，素白色的长裙在暗淡的夜色中格外刺眼。我与发小告别，走到女友身边坐下，她听到是我的声音，很自然地把头倚靠在我的肩膀上，我紧紧攥着她的手，这样的女孩怎能不惹人怜爱？在小公园坐了一会儿后，我拉着她往家里走去。没过一会儿，突然前方的墙后面闪出一个身影，居然是发小。原来他并没有离开，他朝我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示意我不要表现出任何异常。我不再说话，只是牵着女友的手继续向前走去，而发小就站在女友前方的必经之路上，如果女友不闪躲，就会和他撞个满怀。我紧张的几乎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就在女友即将与发小相撞的那一刻，发小一个闪身躲开，无事发生。我不敢表现出什么异样，只是回头望了一眼，发小对着我做了个电话的手势，便转身离去。回家后，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下，等他枕在我的手臂上沉沉睡去，想起了发小离开的那一幕，便拿起手机，屏幕微弱的光亮有些刺眼。我点开了发小发来的消息，只有3个字：不对劲。哪里不对劲？我给他回了过去。很快，发小就又将消息发了过来，说不上来，明天再说吧，你注意安全。我关掉了手机，却猛然发现怀中女友的细微鼾声不知何时停止了。手机的光亮关闭后，令我在黑暗中短暂的失去了视力，我看不清女友的脸，不知此时的她是否正在黑暗中注视着我。我又打开了手机，趁着微弱的灯光，很快我便能看清楚，她的眼睛紧闭着，只是不再打鼾，呼吸均匀，面色平和。第二天，发小居然没来上班，我给他发了几条信息，打了几个电话，却都没有任何响应。自从那个没边界感的女人闯进了我的家，我每一天都像生活在噩梦中。我和老公的2年婚姻原本平静和谐，直到那天老公的妹妹突然搬到了我家里来。本以为并没有什么，但她的举动越来越奇怪，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边界感。她从来都不出家门，也不自己做饭，甚至吃饭都要我老公喂。每次我老公回家的时候，她竟然要我老公抱她，在我面前做着亲昵的动作，完全不在意我是不是在一旁看着。老公出门的时候，她还会拉着老公不让他走。我老公走过后，她竟然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。每个细节都在无声地诉说我才是那个局外人。我终于忍不住地和老公说起了这些，可老公的反应更像是和稀泥，说他还小。最让我忍无可忍的是今晚，他不但要和我们一起睡觉，甚至总是要挤在了我们中间。我实在是忍受不了，直接搬到了客厅。我的世界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中分崩离析，一种无人诉说的遗弃和恐惧席卷全身。我要拔掉生活里的这根刺，
谁也阻止不了我。医院的走廊上，我如同丢失了灵魂的躯壳，真相如同一道刺眼的光。老公的妹妹或许从未存在，而那个小小的生命是我心灵最深处爱与恐惧的结合，更是对所有人的警示。关注产后心理健康，因为忽视它的代价可能是无法想象的。